但沒辦法，到了94分鐘，帕爾默那一腳打飛機啊，堪稱英格蘭第一航天發射中心，射門越來越玄學了。我願稱帕爾默為唐玄宗。沙特那邊的撕逼戰，在本泽馬加盟了新樂队以後，曾經給 C 羅發消息，打趣地說自己不僅漲了工資，還能夠再次奪冠。當時的場邊，主教練瓜迪奧拉的反應啊，搶盡風頭，他瞪大了雙眼，身體不自覺地模仿門將多納魯馬的撲救動作，原地還彈跳了一下，魔性十足，喜感拉滿，径直奔向哈蘭德，還緊緊地擁吻了他。安保的人員迅速介入，將這個球迷拉離球場，這才確保了比賽的秩序。哈哈哈！遠看呀，這個球迷長得還好像是瓜迪奧拉，所以再加上這個鏡頭，哈蘭德全場被侵犯次數堪居最多。好的，朋友們，今天的3場英超好看至極啊！曼联在最關鍵的時候果然沒有取勝。那麼人類學的最後一個問題，一個人的頭髮到底可以長多長？隨着旭發哥剪頭髮的夢想再次落空，我們所有球迷可以做這個見證人啦。好的，喜歡的話歡迎您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感謝您的支持，感謝您點一個訂閱。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今天最關鍵、最受矚目，全球的焦點都聚在於此的曼聯綜藝聯呀，還是沒有能取得5連勝。這旭發哥的頭髮仍然剪不了，要想剪頭髮，起碼又要再等1-2個月。哎呀，這曼聯的綜藝聯玩劇本的屬性是永遠改不了。好在關鍵的時刻，跟他們搶前4的切爾西，在2-0領先的大好局勢下，竟然主場被利茲聯隊給逼平了。再加上切爾西那一場帕爾默94分鐘最後一個面對空門，我奶奶都能踢進去的球，帕爾默竟然踢飞了。所以英超啊，真好看，真是跌宕起伏，劇情極為精彩，你永遠都猜不透。今天曼聯是客場坐鎮打鐵錘幫西漢姆聯，比賽一直到了下半場第49分鐘，西漢姆聯率先取得進球。在曼聯的左後衛位置上，西漢姆聯無人防守，輕輕鬆鬆的傳中，绍切克門前插上搶點推射，輕輕鬆鬆1-0領先。此後曼聯就拼了命的發動反擊，一直到补時第5分鐘、95分鐘，終於謝什克在接到傳中後，在禁區內一腳瀟灑的腳後跟破門。最關鍵的時刻扳平比分，保持了曼聯的不敗。現在看來，旭發哥那邊我們也不知道該同情還是該高興。如果今天曼聯真是贏了，旭發哥收穫完最後的一波大流量，逐漸會被大家忘記。可現在的情況是，得等到下一次3連勝的時候啊，甚至下次，甚至下次，旭發哥還會被我們反復的記起。所以寒江孤影，江湖故人，旭發哥這一波的流量又保住了，錢包也可以捂緊了，省了理發那10塊錢。最近旭發哥說他賺了200萬歐元的消息是假的。在未來曼聯真正取得5連勝之後，他將把自己的頭髮捐出來。好吧，客觀來說，今天這場平局是合理的。西漢姆聯鐵錘幫的幾個後衛真就跟岩石一樣。前狼隊和森林隊的主教練魯諾確實是有戰術能力，把自己球員的身體優勢發揮到了最大，上來就瘋狂緊逼，打亂了開局。防守方面調教的極為穩固。目前的曼聯老問題，破大巴並不容易。當對方摆大巴蹲坑，禁區附近站滿人的情況下，曼聯禁區內缺乏高點，打進去也沒用。西汉姆联近期的狀態非常好，球场又窄，天然就適合摆大巴。所以曼聯過去在卡里克上任之後，過去5场踢得最好的1场竟然是踢曼城。那也沒辦法，西漢姆聯的球場起碼窄了10米，曼聯的幾個靈活性的邊鋒根本就拉不開空當。而且不要看到是降級區內的球隊就覺得曼聯該贏，依我看呀，即使是曼城、利物浦打西漢姆聯也不好打。所以曼聯球迷也不用太失望，畢竟一個门線解圍，一個皮毛越位，確實主教練有些保守，但確實空間很難拉開。老黑過去說過，防守的第一原則就是關閉空間。西漢姆聯主场的這個球場這麼小，所以你就感覺曼聯球員在場上總是慢悠悠的，一點激情也提不起來，看得很悶。迪亞洛和姆波莫今天根本就衝不起來，要不是门将拉门斯扑单刀打反擊，估計今天可能就栽在這兒了。但咱們從另一個角度挑刺兒，今天如果早點上謝什克，早點起高球，也許就不一定了。所以還是學習過去弗格森的曼聯，該玩轟炸就玩轟炸。今天能進球全靠傷停補時階段謝什克的靈光一現。好啦，總之比賽也結束了，大家也不必過分的追求5連勝，腳踏實地一步步來。現在的曼聯在卡里克帶領下已經給了我們太大的驚喜，只是有錯誤還是要指出。曼聯球員現在就不具備地面破密集防守的能力，所以關鍵時候還是要早上高中锋。而任何一個聯賽總是中下游的球队更多，
最後積分的高低還得看踢中下游球队怎麼樣。算上本場，曼聯未來6場差不多都是這樣的球队，滿分18分，看看未来6輪曼聯能拿多少分吧。總之啊，曼聯踢球不是給那個蓄頭髮的球迷踢的。這段時間多輪不敗，能夠保住第4，老 K 對卡里克已經很滿意了。那麼今天打完，曼聯已經取得連續9場英超不敗，是目前所有英超球隊當中最長的不敗記錄。接下來客場打埃弗頓，主場对水晶宮，客場对纽卡，主場对阿斯顿维拉，客场打伯恩茅斯，然後是主場迎來利兹联。這裡面維拉雖然排名英超第3，但傳統上也可以歸為中游球隊。對了，今天第96分鐘的絕平也讓曼聯結束了英超客戰西漢姆聯3連敗的尷尬記錄，避免了曼聯遭遇自1977年以來首次聯賽客戰西漢姆聯的4連敗。所以鐵錘幫真不好打，主場曼聯也是1-1和對方戰成了平局。今天咱們注意一個數据，上半場比賽曼聯僅僅完成3次射門，這也是卡里克上任以來在英超上半场射門最少的一次。所以咱們也不要着急吹，卡里克畢竟不是那种超级主帥。最近这段时间，卡里克最近只是看出了曼联的症結，看準了哪些球員該怎麼用。簡單說，他有一定的戰術，也有一定的程度可以看菜下飯，但核心還是一個球隊的能力有多強。曼聯現在還沒有到頂級豪門的程度，所以咱們千萬不要過度的吹噓他，最後又捧殺。今天面對西漢姆聯這樣的陣地戰，卡里克和曼聯就超級難受。賽後卡里克的發言老 K 很喜歡，卡里克說，我們現在擁有一套非常深厚而且很優秀的陣容，所以做選擇不容易，選擇首發陣容從來都不是一件簡單直接的事兒。但由於曼聯的小伙子們目前都處於非常好的競技節奏當中，所以我們今天決定繼續沿用這套陣容出發。我們曼聯現在想要成為一個團隊，我們想要成為一個真正的整體，我們希望能夠並肩作戰，並且建立起良好的連接。無論是掌控球權的時候，還是失去球權的時候，這都至關重要。我們真的希望成為一支很優秀、戰鬥力很強的團隊，這是最關鍵的一點。現在我們已經成功的在陣容當中獲得了一個良好的平衡，但我認為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持續改進。我們希望從曼聯這支球隊和這個集體當中挖掘出更多的東西。其實有很多細微的小事是我們還可以去改進和完善的。我認為我們永遠不希望停滯不前，我們不希望在賽季的這個階段就感到滿足或者止步於此。我認為還有更多的空間可以去推動，還有更多的潛力可以挖掘，所以我們會繼續努力工作，我們會繼續不斷的進步。但是當然，我們要帶上我們在最近幾個星期成功建立起來的這種信心和所有的積極因素。卡里克這段話說得非常好。我覺得無論是人生的哪個階段，無論你是年輕人正在求學，還是已經工作了，遭遇了工作上的難題、困境，或者是看不見的天花板，其實解決的思路就反覆聽卡里克這段話。首先要充滿信心，然後找到平衡，再不斷的去努力。有許多小細節永遠是可以去改善的。好，值得一提，今天是胖虎卡塞米羅在曼聯生涯第150次出場的里程碑之戰。這150場球，他已經送出了22個進球，13次助攻。今天在場上有一段時間看卡塞米羅呀，甚至你覺得他是最想贏球的那一個。不過由於年紀偏大，而且年薪太高，卡塞米羅已經確定會離隊。但另一位老將比他小1歲的中後衛馬奎爾，由於是英格蘭人戶口本，他的情況和卡塞米羅不同。馬奎爾的周薪是每周18萬英鎊。雖然自年初以來他都可以自由地和其他的俱樂部進行談判，但現在曼聯仍然在考慮是否和他續約。現在老 K 啊，我感覺馬奎爾在卡里克麾下是一個關鍵球員。過去他也曾經被阿莫林列入隊內的6人領導小組，現在卡里克來了，仍然對他青睞有加，而且立即將他安排回首發陣容。馬奎爾和利桑德羅·馬丁內斯的搭檔中後衛是非常的出色，在場上大頭馬奎爾的領導才能是隨處可見。最近大頭接受採訪也談到了他和利馬的中衛組合。馬奎爾說呀，我真的很享受和利馬一起踢球，過去幾年這個位置傷病不斷，很難形成穩定的搭檔，這也影響了曼聯零封的場次。穩定的中後衛組合對球隊來說非常關鍵。而我們現在的主教練卡里克，其實我之前在索爾斯克亞執教的時候就認識卡里克，那時候他在更衣室裡的講話就非常到位，他負責過不少戰術層面的工作，本身就擁有非常出色的足球頭腦，你在他踢球的時候就能看出來這一點。後來他在米德爾斯堡積累了執教經驗，現在回到曼聯，我覺得他對這個角色非常適應，這一點非常重要。而我們陣中的梅努，他是一位非常聰明的球員，能在壓力下拿住球。
當曼聯的球隊整體結構良好的時候，我們的球員就能發揮出水平。卡塞米羅也是一樣，在合適的體系中，卡塞米羅依然是一名頂級中場。所以轉來轉去，最後沒想到曼聯的中後衛組合就應該是馬奎爾加利馬，也沒想到這個組合現在這麼強。想想過去22年，當時滕哈格用這個組合打英超，2場丟了6個球，當時直接給馬奎爾摁在替補席，然後一直到利馬的指骨骨折才又讓他復出。所以那时候的馬奎爾確實狀態很差。但現在世界杯要來了，馬奎爾又逐漸回到了自己的巔峰狀態。老 K 希望他最後能夠去世界杯。如果今年英格蘭能夠奪冠，那對大頭來說是最好的勵志故事。好，切爾西對利茲聯這場比賽，切爾西終於結束了連勝。上半場第24分鐘，帕爾默一腳精準的手術刀般的助攻直塞，佩德罗輕巧的挑射破門，1-0。下半場第59分鐘，又是熟悉的配方，在禁區內对方一推，佩德罗就倒地造了個點球，帕爾默的點球穩穩命中，這時候已經2-0領先。主場坐鎮的切爾西看上去又要穩拿3分，沒想到第68分鐘，凱塞多一個兇狠的防守動作在禁區內送了點球，恩梅加點射破門。短短5分鐘後，在切爾西禁區內一頓混戰，守門員也沒拿到球，奧卡福爾推射空門，撿了個現成的桃子。所以利茲聯對切爾西還真有些 buff。2回合切爾西对利茲就只拿到1分，切爾西的中後衛還是太年輕，經驗太差。查洛巴在第2個球從帽頂進化成帽腳了，身體全甩出去，球卻沒有碰到，還給人做了個遠射的機會，也得虧是沒進，要不然被利茲聯隊絕殺更好笑。在比賽的最後階段，主場坐鎮的切爾西掀起了反攻的高潮，哈托傳中，佩德羅的頭球稍稍高出。第94分鐘，凱塞多突破後橫傳，帕爾默面對空門竟然打飛了。怎麼說呢？切爾西19歲的阿倉龐每次上場都有失誤送球，畢竟太年輕。愛帶球還愛失誤，作為中後衛身體比不過，腳下也比較毛糙。第2個丟球，阿倉龐全責，解圍解不乾淨，能怨誰呢？也當是給小朋友交學費了。而查洛巴太裝逼，最近幾場比賽查洛巴越來越多的漏人和冒頂，就今天比賽的第2球早早解圍不就完了嗎？非得要裝逼護球，最後害得人家阿倉龐交學費。還有替補上來打了45分鐘的哈托，也是19歲的荷蘭球員，這麼年輕你有什麼辦法？防守位置感方面幾乎為零，沒有庫庫雷利亞的跑動能力，哈托一旦上去基本就回不來，只能留下後面的查洛巴和凱塞多幫他擦屁股。本賽季打歐冠，哈托也是送了好幾個，不過年輕人嘛，好歹今天在進攻端作用比較大，只是前面的隊友沒有把握住，所以最後把最大的鍋都推到了帕爾默身上。本來按道理2-0領先不應該被扳平，但沒辦法，到了94分鐘，帕爾默那一腳打飛機堪稱英格蘭第1航天發射中心，射門越來越玄學了。我願稱帕爾默為唐玄宗，但好歹今天帕爾默是1個進球1個助攻，在邊路也是頻繁的高速衝刺、突破、對抗，踢了90多分鐘，傷也沒有完全好，所以希望球迷們網開一面，給帕爾默一點空間。要知道本賽季帕爾默的腹股溝傷勢一直困擾着他，當然，但是這不是他在門前半米踢飛空門的理由。今天這一輪聯賽非常的關鍵，志在贏球的切爾西在最後的圍攻，這樣的一個我奶奶都能踢進去的球，帕爾默竟然踢飛了。沒辦法，藍軍最後只能吞下被爆冷逼平的結果。但另一個數據，帕爾默在英超生涯主罰點球的命中率竟然高達 94.7%， 他也是英超歷史上罰點球至少10次以上的球員中第4高的。排在他前面的有勞爾·西門尼斯12罰12中，亞亞圖雷11罰11中，勒蒂塞爾26罰25中，然後是咱們帕爾默19罰18中，下面還有已經退役的老將丹尼墨菲19罰18中。點球雖然厲害，但是已經踢飛2次空門了。今天在打進了1個點球之後，帕爾默的進球已經來到了45個，在切爾西隊史英超進球排行榜單上已經排名第8。要知道小將才只有23歲，如果再踢8年，那是不是能夠超過蘭帕德147個球的進球記錄呢？在切爾西隊史上，蘭帕德身後還有德羅巴、阿扎爾、哈扎爾巴因克、佐拉、古德约翰森、科斯塔，璀璨的群星，一個個都是響亮的名字。那麼被利兹联隊逼平以後，罗塞尼爾新帥上任，无缘英超5連勝。賽後他也非常的惋惜，羅塞尼爾說：“我們鬆懈了6分鐘就送給利茲聯隊1分，我感到非常沮喪。我不想談我們踢得怎麼樣。如果我們切爾西想提升水平，達到我認為我們能達到的高度，就必須確保90分鐘都保持專注，就這麼簡單。我們踢出的一些足球非常精彩，本應該拿到3分，但因為比賽中2個關鍵時刻沒有處理好，我們送給利茲聯1分。我們把1分送給了他們。
點球顯然改變了利茲聯隊的比賽走勢。值得一提的是，這已經是羅塞尼爾執教生涯第3次對陣利茲聯。此前他在23到24賽季在英冠帶領赫尔城曾經對陣過法尔克執教的利茲聯，2回合1平1負，加上今天第3場，這3次打利茲聯呀均未取勝。不過切爾西的造點球專家若昂佩德羅近2場英超已經制造了3粒點球，這3個點球都由他的隊友帕爾默罰進。佩德羅馬上會得一個新的外號魅魔，他那美背的誘惑呀，後衛看見就想摸一把推一把。好，數據方面，今天是切爾西自23年10月以來，当時是对阵阿森納，從那以後他們首次在英超2球領先的情況下，最後未能贏球。歸根到底還是年輕球員，尤其是後防線年輕球員的心態問題，踢不了太順的順風球，心態太容易受影響。2比0領先的情況下，教練那麼早換替補，所以換人換得太早，導致哈托跟阿倉龐一起上，這2個點被壓制，直接導致了2個丟球。這種教練背鍋呀，羅塞尼爾也真是冤。好，今天的巴西球員若昂佩德羅打入1球之後，本賽季英超已經打進了10個球，他成為第4位連續2個賽季在英超進球能夠上雙的巴西球員。在他此前，只有菲爾米諾、里沙利松還有庫尼亞做到過。這個數據也說明啊，在2015年以前，巴西的前鋒在英超是不吃香的。巴西前鋒在英超的吃香還是從2015到16賽季菲爾米諾開始的。好，關於帕爾默，咱們也聊一下英格蘭隊中場的世界杯參賽名額問題。今天名宿保羅·莫森更新了個人專欄，在他看來，摩根·羅傑斯已經鎖定了一個世界杯參賽名額。羅傑斯本賽季的表現尤其出色，雖然英格蘭有很多出色的10號位球員，但除了羅傑斯之外，其他人都存在不確定性。但切爾西的太子帕爾默、曼城的太子福登都還沒有鎖定自己的世界杯參賽名額。現在英格蘭隊的10號位太多了，羅傑斯、貝林厄姆、帕爾默、福登都能踢。從進攻能力來看，貝林厄姆是最強的，但從技術適配性來說，貝林厄姆可能是最困難的。尤其今年貝林厄姆的狀態比較差，但是他這樣的巨星，只要世界杯前保持健康，我覺得也是穩進世界杯英格蘭隊的陣容。所以帕爾默和福登之間的競爭就將尤其激烈。最近關於福登有消息啊，說是皇馬正在關注他，希望將英格蘭的核心福登帶到伯納烏。但對此，曼城方面的態度非常明確，完全不打算出售這位曼城青訓的瑰寶。曼城已經在醞釀為福登要提供一份終身合同，將他徹底綁定在伊蒂哈德。這個消息的可信度不高，但如果皇馬真要買，如果曼城真的被迫進入談判，那福登的起始轉會費會高達 1.8 億到2億歐元，幾乎是天價級別。好，利茲聯隊今天拿到1分之後，排名第15，距離降級區西漢姆聯隊已經有6分的優勢。利茲聯隊保級戰，他們最大的優勢是主教練法爾克，這是個非常優秀的教練。去年12月，在法爾克的帶領下，當時利茲聯3比1戰勝切爾西，從那之後狀態就回暖。不過他們最大的弱點是後防線不穩，丟球數非常多。聯賽打到現在45個丟球，只有降級區的3支球隊比他們丟球數更多。好，今天還有一場英超的焦點戰，熱刺隊主場竟然又輸了，1比2輸給紐卡，這也遭遇了他們英超連續8輪不勝。上半場補時階段，紐卡斯爾在右路45度起球，頭球被門將撲出，然後加夫門前補射得分。下半場第65分鐘，熱刺通過角球在後點，薩爾頭球擺渡，阿奇格雷扳平比分。可是好景不長，僅僅3分鐘後，紐卡在禁區內打出了精妙的配合，安東尼戈登助攻，拉姆齐破門。現在熱刺球迷已經氣瘋了，腦子裡只有一句話：上賽季熱刺在保級的球隊當中排名倒數第1。本賽季聯賽又這麼差，可上賽季最後拿了個歐聯冠軍，萬一今年熱刺是歐冠冠軍呢？哈哈，但也沒有辦法。上賽季熱刺是第17名，但最後因為拿到了歐聯，所以也算一個成功的賽季。這賽季熱刺現在已經16了，怎麼辦？怎麼說？除了歐冠還能想啥？哎呀，沒辦法，咱們還是再看看熱刺队不能上場的名单吧。受傷的有10個，還有個羅梅羅紅牌停賽，這上不了場的球員都可以組一隊了。而且說不定傷兵隊比現在的主力陣容踢得更好。今天的熱刺反擊的那一下，加拉格爾是真沒體力了，2次反擊全傳小了，1次斯彭斯吃黃牌，1次導致自己丟球。不過有一點，今年熱刺是曼城的苦主，曼城最鬱悶，在熱刺這兒丟了5分。哎，關鍵時刻呀，熱刺還得感謝曼聯。如果不是曼聯的絕平，如果今天鐵錘幫贏了曼聯，那熱刺離降級區真就只差3分了。嘿嘿，再加上曼聯的鄰居曼城送溫暖，所以真沒想到，本賽季的熱刺竟然比上賽季奧波豪奪歐聯冠軍的聯賽積分還要少，還要誇張。
至少上賽季的升班馬足夠爛，沒有降級危險啊。現在怎麼辦？雖然歐冠劍指歐冠冠軍，但如果聯賽降級了，那就搞笑了。今天輸了球之後，主教練弗蘭克倒是嘴很硬，他說自己1000%肯定會繼續帶隊。很多時候換帥並不一定正確。弗蘭克說：“我聽到了球迷的反應，也聽到了對我發出的噓聲，我也聽到了明早你就會被解雇的喊聲。我能理解球迷的沮喪，我們這次確實處在一個不希望出現的位置，但我們正在日夜努力去改變。我也認為這種情況，熱刺俱樂部已經經歷了將近2年，上賽季也是如此。很明顯，我們在歐戰和英超的管理上存在困難，這是一個模式，這是我、球隊、俱樂部和球員都需要學習的，在身體和心理上才能更好地應對這樣的挑戰。當然，這其中要包括傷病因素。現在有11名球員缺陣，10個受傷加1個停賽的，以及今天又有1名球員受傷。這種情況對我們當然不利，但是我相信我會繼續帶隊的，我會負責帶隊參加阿森納的比賽。我理解大家將問題歸咎於我，這很容易，但我也認為這從來不只是主教練的責任，也不只是俱樂部高層或董事會的責任，而是所有球員、教練組和所有工作人員的責任。如果每個人都能做對事情，我們就能建立起可以持續的體系。哈哈哈！哎呀，現在的热刺队主席列维下課之後，真不知道新的管理层和老板到底什麼思路。只要是列维還在，弗蘭克已經下課1000次了。今天的熱刺球迷在球員上半场表現低迷的時候就已經強烈不滿，中場結束的時候，熱刺的主隊球迷是在噓聲中退場，看台上甚至響起了對前任主帥波切蒂諾的呼喊聲。下半場開始階段，當紐卡斯爾多次威脅熱刺球門的時候，看台上的部分熱刺球迷開始高唱：“他真的很神奇，你知道的，波切蒂諾，波切蒂諾。”哎呀，所以呀，過去的 BIG6 熱刺現在已經捲入了保級大戰。不過波切蒂諾這幾年過得也不怎麼樣，只是熱刺自己太蕭條了。如果未來真讓波切蒂諾回來，搞不好熱刺球迷更崩溃。但核心的問題還是熱刺現在的球隊陣容太羸弱。看看這些名字，除了中後衛范德芬和羅梅羅，有哪個可以跟過去那支青年才俊的熱刺相比啊？那麼輸球之後，熱刺進入2026年以來，在英超只拿到4分，是同期所有球队當中第2少的，僅比伯恩利更多。伯恩利在至今6場英超拿到了3分，特別是在主場，本賽季熱刺在主场只拿到10分，僅僅多於墊底的狼隊。下一輪英超比賽，熱刺將迎來北倫敦德比，主場對陣阿森納，聯賽排名第1啊。那麼這如果再不贏球，那熱刺上一次在英超遭遇更長的不勝記錄是2008年5月到10月，當時曾經連續9場比賽不勝。下一輪如果贏不了阿森納，又追平自己恥辱的記錄了。值得一提的是，戰勝熱刺的紐卡過去也是5場不勝，終於通過踩着比自己更倒霉的倒霉蛋，紐卡結束了5輪不勝的局面。雪中送炭弗蘭克，送分王托特納姆熱刺，每次總向最急需勝利的對手送上3分。另外一個冷知識啊，聯賽從第9輪到現在，熱刺一共就贏了2場，這也算震古烁今啦。26輪拿29分，竟然是在 BIG6 的熱刺，弗蘭克竟然還能坐在主帥位子上。而今天贏球以後，紐卡在英超已經28次擊敗熱刺，是队史英超对同一對手贏球場次最多的一個，也是队史上英超客場贏球場次最多的對手。哎呀，而且今天的比賽中，前鋒奧多貝爾在上半场和紐卡的前鋒哈維巴恩斯經過身體碰撞又受傷離場了。這位21歲的法國小將又在傷兵營再添一員。嗨，熱刺目前的名單呀，導致他們在歐冠報名的時候顯得很臃腫，而且還要綜合考慮未來傷病員的康復情況。所以除了本隊青訓的門將奧斯汀外，球隊要在27名球員中要捨棄6人。上個月特爾頂替了受傷的索蘭克，進入了歐冠聯賽階段的陣容，參加了1場比賽，但之後傷愈復出的索蘭克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現在主教練弗蘭克必須在當地時間星期4晚上11點之前就要提交歐冠名單，他必須決定哪些長期受傷的球員值得被排除在外，又有哪些现在的傷員可能在未來會派上用場。16強戰將在3月份進行，到時候本坦庫爾、庫獨斯、本戴維斯和貝利瓦爾可能缺席，麥迪遜也仍然在進行前交叉韌帶撕裂後的康復，也可能缺席。庫魯塞夫斯基的復出日期沒有確定，但熱刺希望他到時候能夠回歸。還有丹索的大腳趾韌帶斷裂，也可能會讓他缺席一段時間。這件事呀，玩 FM 足球經理遊戲的玩家都知道，
每次為歐冠報名啊，就都得煩惱。有時候沒有本隊青訓，就只能被迫留出名額。然後球員落選的話，就會馬上找你談話，士氣狂降，你還必須承諾他下一輪歐冠報名會給他補上。對於這件事兒，主教練弗蘭克最近說呀，實際上我認為歐足聯需要考慮將這些規則要現代化。總體來說，當初他們制定規則的時候，我們只有6場小組賽，而現在我們有8場。以前許多小組賽在4場之後就會見分曉，但在現在的新賽制下，懸念會一直持續到最後，你必須戰鬥到底，幾乎要面對每一支球隊。此外，換人名額也從3個增加到了5個，這意味着你會消耗更多的球員。所以總體來說，比賽的数量一直在不斷攀升。歐洲杯和世界杯都擴大了參賽名單的名額，所以我認為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這個問題，包括我們在1月之後能做的改動。現在我認為只能換3次人，我不明白為什麼不能更多，或者為什麼在有傷病的情況下不能進行更換。我們並不是唯一一家受這個問題困擾的俱樂部，絕對不是。好，今天意大利杯1/4決賽，那不勒斯主場對陣科莫。上半場第39分鐘，奧利維拉送了點球，巴圖里納觸發命中，那不勒斯0-1落後。第46分鐘，那不勒斯扳平比分，維爾加拉單刀破門。然後在點球大戰中，那不勒斯的盧卡庫和洛波特卡失了點球，最終總比分7-8，无缘意大利杯的4强。那不勒斯終於如願以償可以單線作戰了，孔蒂將對意甲冠軍發起最後的衝鋒，哈哈。不過聯賽已經落後國米9分了，還能指望靠單線能拿聯賽冠軍嗎？不過國米3線作戰其實壓力不小，但米蘭尤文也追得很緊。米蘭有聯賽加杯賽，陣容也夠，尤文的磨合陣痛期也算是過去了，幾個前鋒的狀態也都回來了。現在孔蒂想靠一個純單線從這3強手裡搶聯賽冠軍並不容易，特別是那不勒斯現在的傷病情況，單線想保4都困難。好在4大皆空也不至於，總之是拿了個超級杯吧。而科莫隊在38歲的少帥法布雷加斯帶領下，真的是越戰越勇。現在他們聯賽少打1輪，但已經排名第6，躋身歐戰區，只要保持住進歐協聯附加賽區沒有問題。好，今天有個有趣的消息啊，沙特那邊的斯逼戰，在本澤馬加盟了新樂隊以後，曾經給 C 羅發消息，打趣的說自己不僅漲了工資，還能夠再次奪冠。哈哈，本澤馬呀，當時是仔細看了自己在基達聯合的合同，看到自己可以賺更多錢，於是轉會到新樂隊後，他就給 C 羅發了這條消息。可以肯定的是，這條短信讓 C 羅陷入了深深的沉思。目前在 C 羅的罢賽風波持續影響下，利雅得勝利隊的合規與風險執行總監已經向董事會提交了辭呈。哈哈，去年12月31日啊，當時勝利隊董事會通過正式的電子郵件，將財務審批權僅僅限於董事會授權的執行委員會，也就是這個針對葡萄牙人收權的動作引怒了 C 羅。但現在看來 C 羅的罢賽啊將取得全面的成功和勝利。今天的利雅得體育報已經登出來，利雅得工作人員的欠薪將得到解決， C 羅也將重返賽場。 C 羅已經獲得承諾會改革管理層，不過下一場亞冠2的聯賽淘汰賽， C 羅和一眾球星都會輪休，勝利隊將養精蓄銳，將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聯賽上。現在他們僅落後第1名新樂隊1分，所以宫鬥取得了勝利的總裁 C 羅最近也更新了社媒，心情不錯，對着鏡頭比耶，通過了罢賽和資本戰鬥，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和成果。好，前2天呀，曼城客場不是2-1逆轉戰勝了利物浦嗎？當時比賽最後補時階段，麥卡里斯特的禁區外遠射，皮球經過後衛折射變向，直飛死角，但門將多納魯馬做出了極限的撲救，力保勝局。當時的場邊主教練瓜迪奧拉的反應啊，搶盡風頭，他瞪大了雙眼，身體不自覺地模仿門將多納魯馬的撲救動作，原地還彈跳了一下，魔性十足，喜感拉滿。被鏡頭捕捉的這張照片瞬間引爆網絡。有意思的是，當时那場比賽中，曼城一度打進第3個進球嘛，但裁判是最終判定无效，可當時引發了現場不小的騷動。當時3-1这粒进球發生的瞬間，哈蘭德在利物浦禁區附近被對方的球員索博斯洛伊犯規了，他就順勢躺在草坪上，在球門前休息。當他正欲起身的時候，意想不到有一名球員突然衝進場內，徑直奔向哈蘭德，還緊緊地擁吻了他。安保的人員迅速介入，將這個球迷拉離球場，這才確保了比賽的秩序。哈哈哈，遠看呀，這個球迷長得還好像是瓜迪奧拉，所以再加上這個鏡頭，哈蘭德全場被侵犯次數堪居最多。好，今天 ESPN 還發出了重磅報道，葡萄牙隊的主教練馬丁內斯的合同在世界杯後會到期，
穆里尼奧倒是會獲得國家隊主教練的職位。而如果穆里尼奧真的執教葡萄牙國家隊，預計阿莫林將重返本菲卡執教。現在儘管傳聞不斷，本菲卡內部卻已經下達明確指令，不去看，不去想，不去討論下賽季相關問題，避免分散球隊的注意力和能量。現在聯賽和波爾圖差距有7分，爭冠的難度比較大，但聯賽排名對下賽季會至關重要。只要取得第2名，就能再次直通歐冠聯賽階段，這會獲得相當可觀的歐足聯收入。所以不死鳥穆里尼奧下賽季的去向，咱們到時候再看。好，感謝大家的支持，喜歡的話，請您點讚、分享、評論和熱推，關注老 K，世界足壇盡在掌握。咱們明天再見。